大家好，这里是百万富翁，一个认真帮你戒赌的频道。我们不提倡赌博，但如果你真的戒不掉，也许我们可以帮你少输一点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采访到早年的大佬何大志。曾为澳门第一批贵宾厅厅主的他，坐拥6间赌厅，年流水额高达3000亿港元。回顾自己的商业生涯，他提及华人探长吕乐、崩牙驹等出没于香港电影和报章的江湖人物。他见证和经历了澳门赌业的风光与龌龊，发展与混乱。在澳门赌业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迁之后，何大志在等待一个机会重返澳门。2022年11月的一天，我和何大志约在珠海香洲区一家平价餐厅吃饭。抽着雪茄，戴着翡翠大戒指的他，外表霸气，乍一看有点像黑帮片里的古惑仔。此时正是广东新冠感染的高峰，他刚从医院过来，手腕上还戴着进出医院的执手环凭证。他妻子正在做心脏搭桥手术。这是我们的第2次碰面。2天之前的晚上11点，我曾在酒店大堂采访过他、司机和在赌场工作的一位女士。那天的采访很匆忙，因为没多久他住的小区就因临时管控而封闭。何大志称，最风光时，他曾拥有6间贵宾厅，每年流水3000亿元，所在保险柜里的欠条加起来高达100亿元。坊间有传闻，何大志是何鸿燊的干儿子，所以能拿下就葡京地下1层的贵宾厅。但据其本人讲述，他靠的其实是姑丈的关系。至于他与何鸿燊的关系，他没承认也没否认。说起何家的商业传承，何大志侃侃而谈。爷爷何富云是广东惠州的大地主，从事米业、糖业及典当业，富甲一方。上世纪40年代，为躲避战乱，何富云带着家人及30箱黄金前往香港，在九龙塘购入10多间店铺做生意。香港沦陷后，其街区商铺被侵华日军烧毁，何家逐渐衰落。何大志至今还记得父亲和景州的话：做人不要去打工，宁愿去街头卖花生。在何氏家族最落魄时，何景州在香港街市摆摊卖水果。谨记父亲的话，何大志从小便不喜欢念书。他称自己也是读名校的，协同中学，但13岁起便跟在姑丈罗东城身后，每天有钱花，身边围着小弟，用他的话说，从伯伯他们那儿吸收经验。这位姑丈来头不小，是香港的华人探长，与刘德华主演的《武义探长雷洛传》的原型吕乐是同事。何大志母亲吕曼福是一位医生，祖辈从事药材生意。18岁那年，何大志向母亲借了8000块，做起了走私药材的生意。凭借爷爷在内地的商誉，他想办法疏通了海关。18块1斤的天麻倒手一下，可以卖到1500元1斤，100元1斤收的冬虫夏草，可以卖5000块，1年赚了300万。在父亲怂恿下，何大志还做过一阵小贩。他从工厂以每件10到15块的价格收成衣，再以一件70元卖出。在油麻地，警察都不抓我，光是把衣服挂车上，1个月就能赚10几万。因为叔叔伯伯给面子，20出头的何大志出路多，不愁赚不着钱。内地改革开放后，何大志在香港和澳门做布料批发生意，曾垄断80%的市场。像陈明金、许建康都同我买过布。他提到的2位都是来自澳门的实业家，祖籍晋江。何大志同时也在内地做成衣出口生意，每个月有40到60个货柜运送到中东地区。80年代末，因为贸易受阻，订单推迟，何大志的布料生意差不多垮掉了。他跑到泰国沉寂了2年，此后回到澳门，开了很多夜总会。说起那些名字，他如数家珍：黄金夜、几百里、行河、中国城、富爷。不过夜总会终究不如赌厅挣钱。了解到赌厅可以对外承包，何大志找到姑丈的关系，牵线搭桥。
姑丈罗东城和赌王的关系来自70年代末的一桩旧事。当时赌王在香港和澳门的居所被人放狗头恐吓，罗东城摆平了这些事，于是与何鸿燊有了交情。在90年代，谁能包下赌厅，相当于有了一台印钞机。借何鸿燊卖的人情，何大志给赌场塞了近1亿的红包，相当于入场费，成为第一批贵宾厅厅主。当时的规则是，他与赌场3期分账，赌场赚大头。从1960年到本世纪初，以何鸿燊、霍英东等港资为背景成立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，事实上垄断了澳门博彩业。那个年代，如果能攀上和鸿燊的关系，就等于同时获得了赌厅的入场券和护身符。博彩业工作人员阿岩给我讲了讲贵宾厅的来历和规矩。他是澳门人，曾在新濠博亚旗下赌场担任荷官管理主任，有10多年从业经验。阿岩一再向我申明，他工作的地方是博企，不是赌厅。原来在他心中，这2个名词有很不一样的含义。上世纪80年代，澳门的博彩企业完善了贵宾厅承包制度，承包者与赌厅签订合同，承诺完成一定量的赌马销售额，并从中抽取佣金。赌厅的厅主相当于博彩中介人，负责为赌客提供交通、食宿、娱乐等各种便利，尽可能拉长他们停留和消费的时间，以提高赌场的营业额。何大志承包的厅叫珊瑚厅，在旧葡京地下1楼。崩牙仔被人开枪射杀的地方离我赌厅很近。说起崩牙驹，他记忆犹新。这位澳门最大黑社会组织 14K 的头目，曾是何大志的拜把子兄弟。1998年，崩牙驹被控炸掉澳门警察司司长白德安座驾，并被捕入狱。2012年减刑释放后，崩牙驹在内地低调生活。在何大志的记忆中，那个年代跟黑帮片的场景类似，太乱了，我都不想待在澳门了。他曾经躲在酒店套房不敢上街，出入要10多个保镖守护。在各个帮派为抢夺赌厅和赌客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，何大志跑去了台湾。沿袭祖辈的行动基因，他在台湾开了旅行社，又在韩国济州岛开设了7家赌场，以旅游的形式将韩国赌业带动起来。不过2003年 SARS 爆发后，韩国赌场生意非常萧条，何大志只好重返澳门，这是他第一次出走归来。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聊聊你的想法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点赞和分享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